金婚纪念日那天，丈夫的白月光因病去世，当晚丈夫便割腕自杀。唐征去办理销户手续，工作人员却告诉她，她与丈夫不是夫妻关系。不可能，我和丈夫傅云涵结婚已经50年了。工作人员却说，傅云涵先生配偶登记栏是沈清音。唐征脑子嗡的一声炸开，手中的结婚证掉在地上，电脑屏幕上沈清音3个字，眼前阵阵发黑，手指止不住发抖。气急攻心下，他猛吐出一抹鲜血。唐征和傅云涵是外人眼中公认的恩爱夫妻，只有他知道，他心里始终有深爱之人，而沈清音就是傅云涵爱而不得的白月光。唐征攥着结婚证，浑浑噩噩上了车。车子停在别墅门口，他刚要推门进去，就听见客厅传来儿子与儿媳妇的对话。爸死后唯一遗愿就是跟妈合葬，我已经选好墓地，明日就让他们下葬安息，并对外宣告沈清音才是父亲名正言顺的妻子。儿媳不忍的声音透过缝隙传了出来，老公，我们这样做真的好吗？再怎么说，傅夫人也照顾爸这么多年，虽然她不是你的亲生母亲，但这些年她对你疼爱至极。啪，水杯狠狠砸在地上，儿子充满怒气的声音响起，别跟我提那个老女人，要不是她当初非要嫁进傅家，我亲生母亲怎么会被傅家人赶出去？她鸠占鹊巢傅夫人位置多年，现在也该还回来了。唐征站在门外，整个人如坠冰窖，撕心裂肺的疼痛在胸腔蔓延。原来不仅结婚证是假的，就连他精心养育的养子竟然是沈清音和傅云涵的亲生孩子。他苦心经营的50年的婚姻，到头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。气急攻心下，他猛吐出一抹鲜血，昏了过去。再睁眼，唐征重生了，回到了23岁，他与傅云涵结婚的第1年。此时此刻，傅云涵一脸怒意看着他。唐征，你究竟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已经娶你为妻，你为什么还要拿钱去侮辱清音？熟悉的嗓音让他浑身一颤。唐征抬头就撞进他盛满怒意的黑眸，那怒意恨不得将他挫骨扬灰。上一世，他知道沈清音的存在后，想拿钱送他出国，斩断他与傅云涵的联系。可转头，他就把事情告诉了傅云涵，让他们爆发激烈的争吵。当时他为了挽救婚姻，一次又一次的道歉服软。现在看来，前世的他真是太傻了。收回脑海中的思绪，唐征抬眼，没有前世的慌乱与辩解，淡淡开口：放心，以后不会了。傅云涵冷笑一声，眉宇间凝着寒霜。你觉得我会信？唐征，你记住，我可以容忍你做任何事，唯独不要去招惹清音，她是我此生以命要护的人。房门被重重关上，唐征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住。上辈子的他真傻啊，竟为了这种人浪费大好年华。如今重活一世，他绝不会重蹈覆辙。翌日清晨，唐征去大使馆申请法国永居证，工作人员笑着递回证件，手续需要10天时间，走完流程。唐征点了点头，拿回证件，走出了大使馆。1年前，唐家的生意全部转入国外，父母也举家搬了过去，只有他为了傅云涵留在京北。如今他想明白了，不属于他的人何必强求。10天后，他会离开傅云涵，开启新的生活。唐征回到别墅，客厅多了2个人。傅云涵坐在沙发上，沈清音将脸埋在他的颈窝，肩膀轻轻发颤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。他面目表情转身上楼，身后就传来傅云涵冷漠的声音：唐征，你站住！他脚步一顿，没有回头。清音因为你要送她离开，吓得几天几夜没睡好觉。傅云涵言语带着谴责：去给清音道歉。唐征转身对上他的视线，心脏像是被狠狠砸了一下。他忽然想起2人刚谈恋爱时，他对他事事有回应，就连说话都是温声细语。可沈清音出现后，他就像变了个人，次次逼他道歉。唐征平静询问：如果我不道歉呢？傅云涵眼底翻涌怒火，起身走到他面前，右手死死攥住他的手臂。唐征，不要耍小脾气。唐征不卑不亢的声音让傅云涵眼中冷意愈烈，手上的力道加重。唐征不卑不亢的声音：我没错，我为什么道歉？就在2人僵持不下时，沈清音走了过来。沈清音抬起湿漉漉的眼睛，扯了扯傅云涵的衣角：云涵，算了吧，我受点委屈没关系的，毕竟你和唐小姐才是夫妻。傅云涵低头望向他，温柔为他拂去脸上的泪花。清音，这件事情我会为你讨回公道。唐征被保镖拖到了10米深的泳池，他还未反应过来，就被傅云涵扣住后颈。望着他凉薄的眼神，唐征心如刀绞，浑身发抖。傅云涵，你忘记我怕水吗？我没忘，正是知道你怕水，才要惩罚你。他凉薄的话语宛如一把利刃，狠狠插入他的胸口。下一秒，傅云涵手腕猛地用力，将唐征按进了泳池，口鼻被灌满水，窒息感瞬间漫上来。他想抓住什么，可四肢像被无形的手抓着往下沉。濒临死亡的那一刻，唐征恍惚看到3年前他失足落水，他不顾朋友的劝阻，跳进湖里把他救上来，也看到他在父母面前承诺会一辈子对他好。可现在，他为了沈清音，把他按进了泳池惩罚。意识开始模糊时，唐征被猛地拽出水面，他瘫在池边剧烈咳嗽，水顺着发梢滴落，
整个人狼狈不堪。傅云寒居高临下看了他一眼，接过佣人递来的毛巾，慢条斯理擦拭被溅湿的手指。唐征，下次再不听话，我会把你沉到池底，没人会捞你。望着两人渐行渐远的身影，他麻木的心泛起阵阵疼痛。唐征拖着沉重的身体走回别墅，路过书房时，他清楚听到沈清音娇柔的嗓音：云寒，你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？你这样我根本离不开你了。透过门缝，他看到傅云寒将人搂在怀里，语气温柔：傻瓜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我自然要对你好，以后我不允许你离开我。唐征浑身血液凝固，夫妻，好一个夫妻啊！唐征回到房间，然后开始收拾。前世的他会精心收藏关于傅云寒的任何东西，他随手写下的笔记，他用过的钢笔，他第一次送给他的手链，还有结婚时他送给他的钻戒和项链。唐征把东西全部打包扔进了垃圾桶，最后一箱扔进垃圾桶，微风吹拂起他的长发。他看着眼前的垃圾，忽然感觉有些可笑，当初视若珍宝的东西，如今一文不值。唐征转身回去，正好碰上外出的傅云寒，他蹙眉看了眼他身后的垃圾桶，疑惑询问：你丢了什么？闻言，唐征神色平静，扯了扯唇：一些垃圾。傅云寒并未追问，脑海似是想到什么，继续开口：对了，今晚有场慈善酒会，你打扮一下，我们一起出席。前世他和傅云寒结婚以后就被评为圈内的恩爱夫妻，他在外面也一直维持宠妻狂魔的人设，正因如此，他才会被蒙骗50年。思此急，唐征压下心底的情绪，冷声道：我不想去。他抬腿要走，却被傅云寒钳住了手腕，他的声调温柔，尾音却带上一丝不容置喙的意味。阿征，上午的事情是我冲动了，不过今晚的宴会你必须陪我去。恰巧此时他的手机铃声响起，沈清音娇软的嗓音透过听筒传了过来：云寒，我还想吃城北的栗子酥，你能不能一起买回来呀？好，我去买。傅云寒温柔回应后才挂断电话，他收起手机，抬眼看向唐征：好了，快去上楼打扮一下，晚点我给你带芒果蛋糕。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唐征忽地扯唇一笑，内心一片荒凉。原来他都忘记他对芒果严重过敏。不过他不会难过了，因为他对他的爱意在渐渐消散。酒会设在京北最顶级的酒店，唐征被傅云寒搀扶下车，他对他的温柔体贴引得周围议论纷纷。天哪，傅总对太太真温柔，宠妻狂魔称号名不虚传啊！谁说不是呢？下午我看到傅总亲自开车去城北给傅太太排队买栗子酥，羡慕死了。傅太太能嫁给傅总，真是太幸福了。听到周围的艳羡声，唐征的内心毫无波澜。他刚坐下，下腹就传来一阵抽痛。傅云寒察觉到他的异样，赶忙体贴询问：怎么了？是不是经期来了？感受到身下的暖流，唐征脸色惨白的点点头。他有很严重的宫寒，每月来经期都是一场折磨。而今天他被按在冰凉的泳池，导致腹痛的愈发严重。闻言，傅云寒脱下外套盖在他的小腹，随后又打电话给管家，让他送生理用品和新的礼服。慈善酒会如火如荼的进行，傅云寒婉拒一切商业洽谈，细心陪伴在唐征身边，时不时为他揉肚子，还亲自给他接热水。望着他这副温柔的模样，唐征有一瞬间的恍神，脑海如走马观花闪过以前的记忆。曾经的他会在他生病时彻夜陪伴在侧，也会在他无助时在身边细心安慰。傅总，您要的东西送来了。熟悉的嗓音拉回唐征的思绪，他抬头就看到浑身湿透的沈清音。傅云寒的脸色骤然一变，傅云寒接过他手中的纸袋，立马将盖在唐征小腹的外套披在他身上。傅云寒嗓音夹杂着关切和心疼：我不是让张管家送的吗？谁让你过来了？沈清音颤着声调解释：张管家出门不小心崴了脚，我怕唐小姐着急用，就自己送过来了，只是没想到外面会突然下起暴雨。傅云寒失控的举动引来不少宾客的注目。傅云寒压下情绪，温柔将纸袋递给唐征，不再看他。阿征，我陪你一起。唐征冷声拒绝，接过东西径直走向卫生间。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等他换好裙子出来，傅云寒已经在卫生间门口等待，而沈清音不见踪影。他眉眼温柔，牵住他的手走向会场。傅云寒在舞池前向他伸出了右手。阿征，和我一起跳开场舞好不好？唐征不想因为自己的私事被议论，看到傅云寒腰舞时，只能将手放进他手掌中。水晶灯的灯光照射在两人的身上，傅云寒的右手搭在他的腰上，他的裙摆随着旋转缓缓绽开。他们默契的舞步引得周围掌声连连。先生，你放开我！一道尖锐的哭喊声响起，打乱了傅云寒的舞步。唐征循声望去，就看到沈清音被一个醉醺醺的男人压在墙上索吻，她的裙摆被高高推起，眼中噙着泪水，很是可怜。他清楚感受到她身上散发的不悦。下一秒，傅云寒甩开唐征，直直朝沈清音跑去。他将醉汉一拳打倒在地，随即将沈清音紧紧搂在怀里安慰。他甩开的力道很重，唐征不受控制往后仰去，他踉跄几步，最后狼狈摔在地上。霎时，音乐声戛然而止，周围的议论声不绝于耳。
不是说副总最宠妻了吗？怎么今日为了外人不顾妻子的安危啊？爱什么啊？我看一切都是做戏。傅夫人好可怜啊，当场被甩了面子。可怜什么？还是她没能力笼络住老公。唐征默默听着这一切，千疮百孔的心再也掀不起波澜。他忍痛从舞池站起来，就听到周围一阵骚动。他抬头就看到头顶巨大的水晶吊灯猛地坠落，唐征躲闪不及，被吊灯狠狠砸中。砰！彻骨的疼痛席卷全身，吊灯碎片扎进皮肤，鲜血喷涌而出，他眼前阵阵发黑。意识模糊前，唐征看到傅云寒一脸焦急，抱着沈清音离开酒会。从始至终，他的眼神从未看向场内奄奄一息的他。唐征醒来时，已经在医院了。唐征望着天花板，就听到门外传来沈清音抽泣的声音。都怪我不好，要不是我出现意外，唐小姐也不会被吊灯砸中。云寒，你狠狠惩罚我吧。透过病房窗户，他清楚看到傅云寒温柔为他擦去眼泪。青音，这件事情不怪你，况且阿征受的都是皮外伤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这件事情我会处理，你不用自责。唐征呼吸骤然一滞，手指不自觉地攥紧。他肩胛骨缝了10针，结果到他嘴里就是皮外伤。傅云寒，你究竟有没有心啊？吱呀一声，傅云寒推开病房走了进来。见他醒来，他快步向前，握住他的手，眉眼罕见的温柔。阿征，昨晚是我不好，让你受伤住院，这几天我会在医院照顾你。他说这句话仿佛给了他天大的赏赐，可惜他不需要。唐征抽回手，转身背对他，声调冷漠。出去，我累了。他在医院休养了5天，这5天傅云寒放下工作，一直在医院陪护。他每天给他带饭，陪他复查，甚至在护士换药会体贴握住他的双手。若换做前世，他会感动得稀里哗啦，可现在他只觉得恶心。出院回到家，唐征就被沈清音拦住了去路。他端着一碗鸡汤，模样楚楚可怜。阿珍姐姐，都是我不好害你受伤住院，我特意给你熬了鸡汤，你喝点好不好？唐征不想和他有接触，摇头拒绝后转身上楼。阿珍姐姐，你是不想原谅我吗？一旁的傅云寒见此，眉头微蹙，端着鸡汤走到他面前。阿征，这是青音特意为你熬的，喝掉。看到他眼中的威胁，唐征垂在两侧的双手骤然紧握。傅云寒，我说了，我不想喝。闻言，傅云寒抬脚逼近他，他温柔挽起他的碎发，说出口的话确实不容置喙。阿征乖一点，喝掉。他很清楚，今天这碗鸡汤他不喝，傅云寒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深吸一口气，唐征端起鸡汤一口气喝完，这下满意了，将空碗递回傅云寒手中。唐征抬跨步上楼休息。晚上，他是被一阵细密的痒意弄醒的。唐征难受地捂住胸口，他打开卧室灯，才发现自己的手臂上全是红疹，这是他过敏才会有的症状。可他今天并没有吃芒果。他呼吸愈发急促，脑海想起沈清音的那碗鸡汤。下一秒，唐征起身下楼，一把抓住他的手腕质问：沈清音，你在鸡汤里放了什么？闻言，沈清音一脸天真开口：没放什么呀，鸡汤我又放了点芒果汁调味，是不是很好喝？好喝。唐征冷冷一笑：沈清音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沈清音摇摇头，眼眶一红：阿征姐姐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真的弄疼我了。突然，一道冰冷的声调从门口传来：唐征，你住手！傅云寒大步走向前，再看到沈清音发红的手腕，脸色瞬间阴沉。唐征，青音好心好意为你熬汤，你又在发什么疯？他发疯。唐征掀开袖子，露出一大片红疹。傅云寒，你看清楚，他在鸡汤加芒果汁，害我过敏，难道我不该质问吗？傅云寒眼神飘忽，继续开口维护。青音又不知道你芒果过敏，你吃点过敏药不就行？再说了，你明知道自己体质特殊，喝之前不知道问一下吗？他冷漠指责的话语宛如一把利刃，狠狠插进他的胸口。唐征想开口辩驳，过敏症状让他呼吸急促，红疹更是蔓延到脖子上。唐征艰难抓住他的手臂，语气卑微：傅云寒，送我去医院，我真的好难受。傅云寒闻言，从一旁的药柜拿出过敏药扔到他面前，声调冷硬：别装了，过敏去什么医院，吃点过敏药就行了。唐征视线开始变得模糊，看着傅云寒牵着沈清音上楼，心彻底凉了。唐征撑起最后的力气，吞下2片过敏药，最后重重倒在地上晕了过去。唐征是被地板冷气冻醒的，他艰难从地上爬起来，外面天已经黑了。唐征见身上的红疹渐渐消退，跌跌撞撞往楼上走去。在路过衣帽间时，他听到沈清音娇软的嗓音：云寒，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吗？傅云寒声调温柔，与刚才的冷漠判若两人。我的青音穿什么都好看。唐征讥讽一笑，抬脚走进客房。因为过敏，他在家休养了3天，红疹才全部消退。隔天一早，唐征是被掐醒的。唐征睁开眼，看到傅云寒面含怒意。傅云寒冷漠的嗓音压抑浓烈的怒气：说，青音在哪里？近乎凶猛的力道，唐征被掐得喘不过气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放开我。傅云寒紧抿着唇，手上的力道再次加重，眸中的戾气清晰可见。唐征，你不要再装了，
除了你，还有谁会绑架她？青音只是不小心让你过敏，你有必要如此狠毒绑架一个弱女子吗？望着他凉薄的眸子，唐征心脏狠狠一震。他甚至都不去查证，就认准是他绑架了沈清音。我没有绑架她，至于她去了哪里，我不知道。此话一出，傅云寒眉头皱得更紧了，手中的力道再次加重。唐征，你真是个毒妇，事到如今还在狡辩，我会让你知道嘴硬的下场。他猛地甩开他，看向他的眼神刺骨冰凉。唐征被关进了密室，他被保镖死死按住肩膀，嘴里塞上布条，整个人动弹不得。下一秒，第一鞭带着破空的声响落下来，唐征疼得蜷缩起身子，冷汗浸湿后背。他还未缓过来，第二鞭带着劲风落下，唐征眼前一黑，彻骨的疼痛席卷全身。鞭子一鞭又一鞭落下，唐征整整被打了10鞭。等松绑时，鲜血浸湿了衣衫。他狼狈地趴在地上，望着傅云寒冷漠的眉眼，麻木的心泛起阵阵疼痛。傅云寒，你可真狠啊！唐征醒来时，就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夫人，您后背的上医生已经处理好了，先生这几天有公事，特意让我来照顾您。佣人的话传入耳畔，唐征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处理公事，他怕不是在陪沈清音吧？后背的伤势严重，唐征在医院住了5天。这5天，傅云寒从未出现。不过，他刷到沈清音的朋友圈，这几天他们一起去了海边，去了游乐园。他们在日落下拥抱，像极了一对璧人。今天是唐征出院的日子，刚走进别墅，他就被沈清音拦住了去路。唐征，我怀孕了，是我和云寒的孩子。他抚着平坦的小腹，眼中满是炫耀和得意。经历过前世的种种，唐征对于她怀孕的消息并不惊讶。他很想看看，这次没有她的存在，傅云寒和沈清音会把孩子教养成什么样子。那恭喜你了。还有事吗？没事，我先上楼了。看着他平静如水的模样，沈清音一怔，完全没想到他会是这种反应。下一秒，沈清音攥住他的手腕。唐征，你要点脸吧，当初云寒是被迫娶你，他根本就不喜欢你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和云寒的结婚证是假的，当初他为了挽留我，偷偷与我领了证，我们才是真正的夫妻，而你只是占了富太太头衔的小四儿。如今我有了孩子，你要是识相一点，就趁早离开。沈清音不想自己的孩子出生后被冠上私生子的头衔，这才把结婚证的事情说了出来。他想以此逼迫唐征离开，可是不管他说什么，唐征都很平静，平静的让他发慌。砰！大门被猛地推开，傅云寒一脸焦急冲了进来。再看到沈清音惨白的脸色，他3步并1步跑到沈清音身边。青音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被伤到？沈清音靠在他的怀里，哭得梨花带雨。云寒，刚刚阿征姐姐一气之下推了我一下，我现在肚子好疼，你说咱们的孩子会不会出事？我好害怕啊！呜呜呜！此话一出，傅云寒只觉得浑身的血液在上涌，他将人抱在怀里，随即目光阴沉地看向他。唐征，你究竟要闹到什么时候？触及到他眸中的不悦，唐征淡声解释：我没有推他。别墅就你们2人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难不成青音会自己撞上去？怒意涌上心头，傅云寒抬腿一脚踹在他的肚子上，小腹被一股蛮力撞中，唐征疼得弓起身子，一阵阵痉挛让他眼前发黑。他趴在地上，清楚看到沈清音垂在臂弯外的手微微抬起，竖起中指，是在炫耀，也是在挑衅。唐征勾起一抹冷笑，内心早已麻木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小腹的疼痛才渐渐消退。这时候，他接到大使馆打来的电话：“唐小姐，您的法国永居证批下来了。”工作人员的声音透过听筒传了过来。唐征眼中闪烁着激动，这是他最近听到唯一的好消息，他终于可以离开了。挂断电话，唐征忍痛起身回房间收拾东西。他的东西并不多，只有一个行李箱。收拾完，他从保险柜拿出那本假的结婚证翻看。唐征这才发现，这本结婚证真的很粗糙，上面连钢印都没有，可他却被欺骗了那么久。重重吐出一口气，唐征毫不犹豫撕碎了结婚证，转身离开别墅。机场人来人往，唐征拿着机票，快步走进登机口。飞机起飞前，他刷到沈清音发的朋友圈：“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，有你在，我和宝宝都很安心。”配图是一张十指紧握的双手。唐征关掉手机，注销掉所有社交软件后，他猛地折断手机卡，扔进垃圾桶。傅云寒，我们之间结束了，从此以后，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再也不见。经过一系列检查，沈清音肚子里的孩子并无大碍，也没有先兆流产的迹象。傅云寒这才放下心来。病房内，沈清音靠在傅云寒的怀里，声音委屈：“云寒，今天幸好你回来及时，要不然我和宝宝凶多吉少，我真的太害怕了。”闻言，傅云寒抬手擦拭掉他的泪水，声调温柔：“青音别怕，你出院之前我会让唐征去郊外公寓住一段时间，以后不会有人伤害你和宝宝了。”沈清音眼中闪过惊喜，随即又担忧开口：“云寒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毕竟唐征才是你名义上的妻子。”他的话还未说完，就被傅云寒堵住了唇。
一吻毕，沈清音脸上满是潮红。青音，我们才是真正的夫妻，这件事情我会安排好，绝对让我们的宝宝平安出生。安抚好沈清音，傅云涵匆匆回到别墅，准备和唐征商量出郊外公寓小住的事情。这是他眼下能想到最好的办法。虽然有些委屈了唐征，但以后他会抽出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。傅云涵走进客厅，别墅空荡荡的。唐征，傅云涵的呼唤声响彻客厅，却没人应答。他眉头微蹙，抬脚走上2楼，推开他居住的房间，映入眼帘是一片空荡，衣柜和化妆台再无任何东西。当初他亲自悬挂在墙上的婚纱照也不见了踪影。傅云涵心中涌出一抹不好的预感。他快步走进房间，就看到垃圾桶那本被撕碎的结婚证。这一刻，傅云涵彻底慌了。他掏出手机拨打唐征的电话，听筒却一直重复机械的女声：“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”一连5个，都是如此。傅云涵眉头微蹙，眼神余光扫到桌上放着一封信。他打开一看，映入眼帘是唐征的字迹：“傅云涵，你的结婚证造得太假了，我们之间结束了，再也不见。”傅云涵望着手里的信，久久不能回神。唐征走了，这个认知回旋在脑海中，傅云涵只觉得心脏被人狠狠弯曲了一块，疼得他快要不能呼吸。他的呼吸发紧，握住信封的手阵阵发颤。好一会儿，他回过神，忙不迭拨通助理的电话，语气冷硬：“10分钟，给我查唐征在哪里。”“好的，副总。”电话挂断后，傅云涵跌坐在床边。这个房间还残留他的味道，可他却不见了踪影。当初他是被父母逼迫娶唐征为妻，那时候他年纪轻，心气高，不想自己的婚事受旁人摆布，就想起偷天换柱的办法，与他领了假证，准备日后跟他坦白，放彼此自由。可是结婚后，唐征的贴心照顾和温柔让他沉沦。他将假证的事情隐藏下去，私心想一边享受唐征的照顾，一边与沈清音恩爱相守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唐征竟然会发现，还干脆的离开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望着空荡荡的房间，傅云涵难受不已。唐征，你好狠的心，竟然一声不吭就离开。傅云涵在房间待了很久，直到沈清音的电话打来，他才浑浑噩噩地放下酒瓶，回过神。电话接通，独属于沈清音娇俏的嗓音传了过来：“云涵，你什么时候过来陪我？我自己一个人待在病房，好害怕。”闻言，傅云涵甩掉脑海的昏沉，淡淡开口：“马上到。”挂断电话不久，紧闭的房间门被人推开，是他的贴身助理走了进来：“傅总，我没有找到夫人的下落，应该是有人故意隐藏起来了。”此话一出，傅云涵薄唇紧抿，黑眸迸发出冷意：“继续找，挖掘3尺也要找到唐征的下落。”撂下这话后，傅云涵离开了别墅。因为生气，在去往医院的路上，他将油门踩到底，好似想以此发泄心中的怒气。原本15分钟的路程，只用了1半的时间。推门走进病房，傅云涵就被沈清音紧紧抱住：“云涵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今晚不会来陪我了呢。对了，你和阿征姐姐谈得如何？她有没有答应？”听他提起唐征，傅云涵冷硬的眸光一震：“唐征走了。”沈清音眼神有些疑惑：“走了？他去哪里了？”深吸一口气，傅云涵扶着他坐在沙发上，柔声解释：“唐征知道假结婚证的事情了，他把结婚证撕掉离开了，我找不到他的下落，也没有任何线索。”此话一出，沈清音眼中闪过惊喜，但余光扫到他脸上的落寞，沈清音立马装出一副愧疚的神色：“都怪我，要是我不出现，阿珍姐也不会发现结婚证是假的，都是我让你们的感情出现了缝隙。”傅云涵低头看到他眼中闪烁的泪花，伸手将人紧紧搂在怀里：“青英，这件事情不怪你，既然他想离开就离开，傅家少夫人的位置又不是非他不可。等你出院以后，我就告知京北豪门圈，你才是名正言顺的傅夫人。”沈清音眸中闪烁着激动：“云涵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”他虽然与傅云涵领了结婚证，但一直是见不得光的存在。如今唐征识相离开，那他就是名正言顺的傅家少夫人。日后他肚子里的孩子出生，也不再是私生子了。傅云涵：“当然是真的。”沈清音闻言，激动在他唇上亲了一口：“云涵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和宝宝，成为你合格的妻子。”傅云涵看到沈清音如此兴奋，心中并没有开心，相反，有一种患得患失的感觉。深夜，傅云涵躺在病床上，脑海满是唐征的影子。他与他初见是在2年前的一场宴会，那时候阳光明媚的他拦住他的去路：“傅先生，你那么帅，我能不能追你啊？”傅云涵从未见过如此胆大的女子，直接冷声拒绝。可他非但不生气，还每天变着花样与他装偶遇，甚至还专门为他做饭送到公司。他追了他整整1年，后来公司遭遇危机，父母为了资金能正常运转，逼迫自己娶了她。也是从那之后，他对她的好感骤降。后来沈清音回国，他赌气之余偷偷和沈清音领证。如今傅云涵竟有些后悔当初冒进的做法。沈清音在医院住了3天，就迫不及待出院。对此，傅云涵欣然答应。他也在出院后第一时间为沈清音扶正了名分，让她成为真正的傅夫人。得知他这个举动，沈清音激动不已，而他的神色却始终淡淡。为了沈清音肚子里孩子的安全，傅云涵没与他睡在一个房间，而是睡在唐征以前的房间。
他躺在床上，手指却在疯狂滑动手机屏幕。距离他公布沈清音的事情已经1天了，唐征为什么还不联系他？以前的他最是善妒，绝不允许有别的女人在他身边，会在社交平台疯狂倾诉，可这次他还没出来，是真的铁了心不想回来了。就在这时，紧闭的房门被人推开，打乱了傅云涵远走的思绪。他循声望去，就看到沈清音委屈巴巴走了进来。云涵，你不在我身边，我睡不着，你能过去陪我和宝宝吗？抬眸看到他这副模样，傅云涵犹豫半晌后，起身下床，走到他身边。好，我陪你。此话一出，沈清音笑弯了眼。云涵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两人一起牵手走进主卧，沈清音靠在他的怀里，柔弱无骨的手往他衣服探去，双眸媚眼如丝。云涵，我们好久没有亲热了，今晚我们……他话没说完，傅云涵却明白他的意思。清音，你现在怀着孩子，不可以的。听到他的拒绝，沈清音嘟了嘟嘴，双手却一个劲的往下探。云涵，没关系的，只要轻一点，我们的宝宝没事的。见他迟迟没动作，他主动吻上他的薄唇，双手搭在他的肩上。与此同时，傅云涵也被勾起一身邪火，他低吼一声，主动扣住他的后脑勺，加重这个吻。瞬间，房间暧昧气氛骤深，他顺手将窗帘拉了起来。傅云涵一手扶着他的腰，一手扯掉他身上的睡衣，他的吻落在他的锁骨，再渐渐往下。沈清音被吻得欲求不满，双腿死死夹住他的脊背。阿征，傅云涵无意识的低喃，他的低喃让沈清音意乱情迷的双眸变得清明。他身子一僵，抬手把他推了出去，泪眼朦胧地看着他。云涵，你刚刚在喊谁？这一刻，傅云涵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。刚刚和沈清音接吻时，他脑海浮现的是唐征的柔软的腰肢和饱满的唇，他不受控制地被他吸引沉沦。傅云涵翻身从床上下来，背对他开口：没什么，你听错了，先休息吧。他转身要走，却被沈清音死死扯住衣角。傅云涵，你现在心里是不是还想着唐征？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？他突如其来的质问让傅云涵内心一惊，很快他稳住心神，沉稳开口：清音，刚刚真的是你听错了，唐征已经走了，以后不要再提他了。今晚我累了，还是先回次卧了，你早点睡吧。话音落下，傅云涵拂开他的手，匆匆离开了主卧。不过他离开的身影有一些慌乱。砰！房间门被骤然关上。沈清音坐在床上，眼中闪过一丝怨毒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傅云涵在床上竟然会喊出唐征的名字。他就那么舍不得他吗？就连情动时也忘不掉他？因为这个插曲，沈清音翻来覆去一晚上睡不着觉，心中也做了一个决定：唐征这个祸害绝对不能留在世上。思思急，他拨通了一个电话。自从那晚的事情发生后，傅云涵就出差了。这期间，沈清音每天都会给他发消息，询问他什么时候回来。想到他肚子里的孩子，傅云涵将出差时间压缩在3天，签完合同后直接返回京北。为了弥补那晚的事情，他特意去商场买了他喜欢的珠宝。等折返到家，傅云涵就听到沈清音冷漠狠厉的嗓音：再给你3天时间，必须找到唐征的下落，杀掉他。傅云涵在玄关处停下脚步，淡漠的黑眸闪烁着震惊。沈清音在他面前一直是温柔乖巧的模样，今天怎么会说出如此恶毒的话？他还未想明白，一道男声透过听筒传了过来：傅夫人，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？再怎么说唐征是唐家长女，杀了她唐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闻言，沈清音冷笑一声，话中满是轻蔑：怕什么？我现在是傅家少夫人，就算唐家知道了，他们也不敢动我。傅云涵只爱我一人，以前我故意找人绑架陷害到唐真身上，他可是被打了10鞭。后来我在鸡汤加芒果汁，故意撞在桌角，云涵也只相信我一人。这件事情办好，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再说了，就算事情败露，我也会护着你。他轻飘飘的话语让傅云涵如遭雷击，这番话让对面的男人松了口气，连忙应声：傅夫人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为你铲除唐征。傅云涵站在玄关处，胸腔狠狠一震，各种情绪在内心交织。他没有想到沈清音会变得那么恶毒。他所说的话在脑海回荡，傅云涵想起唐征一次又一次辩解他没有绑架，可他非但不听，还找人打了他10鞭。他真该死。想到之前他做的种种，悔恨的情绪如潮水般袭来，内心裹挟着怒意。傅云涵眼神冰冷走进了客厅。沈清音看到他出现的瞬间，脸上绽放出笑容。下一秒，他快步跑到他身边，跨住他的肩膀，嗓音娇柔：云涵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我和宝宝都想死你了，待会儿我亲自下厨给你做饭好不好？低头看到他这副温柔的模样，傅云涵冷笑一声，右手狠狠掐住他的脖颈，近乎凶猛的力道之下，沈清音几近窒息，脸色涨红。云涵，你先放开我，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。闻言，傅云涵手上的力道再次加重。沈清音，刚才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竟会被你这个毒妇迷了心智。沈清音唇角一颤，眼神闪过一抹慌乱。沈清音被掐得喘不过气来，
就在意识渐渐模糊时，傅云寒将他甩到地上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只不过他的双眸不再温柔，更多的是厌恶和失望。沈清音，明天去办理离婚。此话一出，沈清音瞳孔紧缩，下一秒，她死死拉住他的裤脚，声音尖锐：不，云寒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现在怀了你的孩子，你不能跟我离婚，我不同意。云寒，我之所以这样做，也是因为爱你，你要是不喜欢我就不做了，求你不要抛弃我。我跟了你那么多年，你怎么能因为这件事情就和我离婚？你想想我肚子里的孩子好不好？他的苦苦哀求让傅云寒脚步一顿，他转头低头看到他泪流满面的样子，神情依旧冷硬。沈清音，我喜欢的一直是以前温柔善良的你，可现在你一次又一次陷害唐征，让我责罚他。如今他离开了，你还要继续痛下杀手，你这副恶毒的模样很让我陌生。离婚是我给你最后的体面。话音落下，傅云寒转身上楼，沈清音跌坐在地，望着他远走的背影，眼中的哀求可怜转瞬即逝，取而代之是满眼恶毒。为了傅太太的头衔，他委曲求全那么多年，如今好不容易被扶正，他绝对不会离婚的。沈清音右手抚在小腹，内心暗暗做下了决定，他唯一的筹码就是这个孩子了。回到书房，傅云寒就让秘书拟了一份离婚协议书。念在他跟他那么多年，现在还怀着孩子的份上，他将京北市中心2套房产全部转到沈清音名下，除去每月的抚养费，他还会给他1000万作为离婚补偿。做到这个份上，他已经仁至义尽。背靠在办公椅上，傅云寒闭上眼，脑海再次浮现唐征的模样。他忘不掉他眉眼弯弯的模样，也忘不掉他躺在病床面色苍白的模样，更忘不掉他受了鞭刑狼狈趴在地上讥讽的目光。这一幕幕在脑海闪现，傅云寒心疼到不能呼吸，一滴清泪从眼角滑落。但凡他以前不那么无条件相信沈清音，是不是他就不会离开了？都怪他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书房的寂静。傅云寒睁开眼，看到是助理打来的电话，他抬手划过接听键，一接通，助理恭敬的嗓音透过听筒传了过来：傅总，我已经派人把京北和周边城市都找了一遍，但依旧没有夫人的踪迹。为了能够找到唐征，他派出很多人手，但无一例外都是没有他的任何踪迹。唐征这个活生生的人就好像凭空消失一样。傅云寒起身走到窗外前，向来挺拔的脊背在此刻弯了下来，声调低哑：继续加派人手找，国内找不到就去国外找。挂断电话后，他眼神扫到墙上的婚纱照。刚结婚时，唐征把每个房间都挂上了婚纱照，就连他的书房也不例外。他好几次摘下扔掉，他就会偷偷挂上。久而久之，他就随他去了。但没想到，如今这张婚纱照是他唯一能睹物思人的东西了。婚纱照上，唐征身穿一袭白纱，挎住他的手臂，他的眉眼弯弯，俨然一副幸福的模样。傅云寒抚摸墙上的婚纱照，向来淡漠的黑眸被思念占据。阿征，你究竟在哪里？我好想你。翌日清晨，傅云寒刚出门就被匆匆赶来的父母拦住了去路。他面色冰冷，抬手一巴掌扇在他的俊脸上。傅云寒，我对你实在太失望了。傅云寒自小与父母关系不好，小时候他为了让傅云寒变得优秀，每天放学都会带他去上兴趣班和各种奥数速成，1周7天他没有一天能休息。后来他又逼他娶了唐征，此后母子情分单薄，极少联系。如今他突然过来，他是惊讶的。你来干什么？傅云寒敛下眸中的思绪，淡淡开口。闻言，父母厉声开口：我来是不想让你铸成大错。傅云寒，我知道当初逼你娶唐征你不愿意，如今你另娶沈清音，我也没有反对。这才过了几天又要离婚，我告诉你，清音现在怀了傅家的孩子，我是不会让你们离婚的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父母最看重血脉关系，他绝不允许傅家孩子沦落在外。傅云寒瞬间明白，这件事情是沈清音在背后推波助澜，他真是好计谋，为了不跟他离婚，竟然找了母亲。深吸一口气，傅云寒压下心底暴怒的情绪，眸色淡淡开口：我的事情不劳烦母亲做主了，这婚我离定了。他转身欲走，却被父母拉住。下一秒，他冷漠且不容置喙声音传了过来：傅云寒，我做的决定容不得你反对，我已经把清音接回傅家老宅休养，整个京北也不敢有人受理你们的离婚手续。这一刻，傅云寒积压许久的情绪彻底爆发，他甩开他的禁锢，眼中浮现一抹哀伤。母亲，这么多年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喜怒哀乐？你有没有为我考虑过一次？听到他的质问，父母眉头微蹙。我这些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？傅云寒眸中哀伤愈深。小时候你不顾我的喜好，给我报了那么多我不喜欢的辅导班，填写志愿你不顾我的请求改了我的志愿，后来为了傅家能够屹立于京北，你又逼我娶了唐征，现在我想离婚你也拒绝。你所做的这些根本不是为了我，你只是为了傅家的荣誉。傅云寒的一字一句宛如淬了毒的针，狠狠扎进父母的心中。嫁进傅家这些年，他一直在做合格的妻子和母亲，也将傅云寒培养成优秀的继承人。如今留下沈清音，也只是为了他肚子里的孩子。可现在他身居高位，却抱怨他所做的一切。父母闭了闭眼，将解释的话咽了回去。再睁眼，他眼底一片清明。
两人的视线半空相撞，父母眼神依旧淡漠如水。云寒，我所做这一切都是为你好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。无论你怎么说，这件事情不会有转圜的余地。傅云寒站在原地，直到父母的背影消失在自己的视线，他才一拳打在墙上。他这一生都活在别人的控制下，就连自己的婚姻也做不了主，多么可笑啊！有了父母的庇护，沈清音安心在傅家老宅住下养胎。今天是傅家的家宴，从前傅云寒是不会来参加的，可今天他破例过来了。在看到傅云寒的一瞬间，沈清音眼神一慌，转身就往楼上走。他手疾眼快，抓住他的手腕，拦住他的去路。叔婶坐在客厅沙发上聊天，看到这一幕，纷纷出声调侃：看看云寒有多心疼妻子，这怀孕后不仅参加家宴了，还那么贴心。是啊是啊，云寒这下真是娶到真爱了。傅云寒无视他们口中的话语，直接拉着沈清音走了2楼客房。砰，客房门被骤然关上，沈清音被他甩在了床上，看着他阴沉的眸光，他心下一紧，双手紧紧护住肚子。傅云寒，我现在怀着你的孩子，你要是动我一下，傅夫人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危机时刻，他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搬出傅夫人威胁。傅云寒闻言，步步紧逼，最后强硬钳制住他的下巴。沈清音，你不会以为他能压住我吧？触及到他眸中掩饰不住的厌恶，沈清音也不装了。沈清音冷笑一声反对：不然呢？现在京北没有任何一家民政局敢接手我们的离婚手续，你这辈子的妻子只能是我了。云寒，我如今做到这一步都是你逼我的，我已经不让人追杀唐征了，我就做了这一件错事，你为什么不能原谅我？一次又一次把我逼上绝境。他不明白，当初他们浓烈真挚的爱意，为什么会在唐征离开后变成这样了？傅云寒喉咙一出冷笑，看向他的神色愈发冷淡。因为你变了，沈清音，我喜欢的是以前的你，现在的你只让我感到恶心。恶心？他竟然觉得他恶心？可他陷害诬陷唐征，也只是为了得到他的心。沈清音突然笑红了眼，起身双手扯住他的衣领，声音癫狂：傅云寒，既然你那么讨厌我，那我们纠缠一辈子吧。你疯了！傅云寒怒喝出声。对，我就是疯了。当你在床上喊出唐征名字的时候，我就疯了。傅云寒，这辈子我们不死不休，我是不会让你有机会去找唐真的。他和傅云寒相爱那么多年，即便他不承认，他也看出来他早在潜移默化下喜欢上了唐征。傅云寒抬手将他推开，目光阴鸷：沈清音，你会后悔的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。砰的一声，房门被重重关上。沈清音跌坐在床上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后悔吗？他不后悔。既然他已经得不到傅云寒的心，那傅家少夫人的位置他势必要坐稳。他付出那么多年的陪伴、爱和权力，总要得到一个。离开傅家老宅，傅云寒猛踩油门回到别墅。他跌跌撞撞走进书房，眼神痴痴看着墙上的婚纱照，一滴清泪不受控制落下。从今以后，他要和讨厌的人痴缠一辈子，而唐征却永久消失在他的生活。一想到这里，傅云寒心痛到不能呼吸。终其一生，他也得不到自己想要的，这就是报应吗？5年后，唐征拖着行李箱，透过玻璃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城市，思绪忽地走远。时隔5年，京北变了很多，他也变了很多。在法国的5年，他潜心学习经商。在父亲去世后，他成功接手唐家所有产业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唐家掌权人，手握海外全部业务。因为是女子，刚上任他被算计被刁难，不过所有难题他都迎刃而解，手段雷厉风行。如今再也没有人敢与他作对。今天他重新回到京北，是因为唐家要和沈家谈一场合作。这场合作是今年最大的项目，在和高管几番研究后，还是想让他前来洽谈。毕竟他以前在京北待过，懂得京北的人情世故，也比他们多了人脉。一开始唐征是拒绝，因为回到京北就面临要和傅云寒碰面，他是不想与他产生任何联系的，毕竟当初他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为他。可转念想到合作，他犹豫一番，还是答应下来。毕竟他和傅云寒之间的事情早已成为往事，就算碰面又有何惧？叮铃铃，电话铃声的响起，打断了他远走的思绪。唐征划过接听键，听筒那边传来一道温柔的男声：铮铮，到京北了吗？闻言，唐征眉眼一弯，嗓音温柔道：刚下飞机，待会儿就打车去酒店。好，那等我忙完手中的事情就去找你，你也不要太累了，注意休息，知道吗？好，都听你的。唐征柔声回复，挂断了电话。在法国的5年，他不仅事业蒸蒸日上，也遇到了真正的爱人。他与裴虚是在招商会认识的，那时候他被看不起其余合作方一味打压他，认为她是个女子，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场合，纷纷斥责她是个不遵礼教规矩的女子。就是这个时候，裴虚是唯一站出来维护她的人。他永远记得他那天说的话：各位董事，我们今日相聚在这里是为了合作共赢，而你们一味以大男子主义自居，不停打压如此优秀的女性，你们是想干什么？他的话掷地有声，让在场的人瞬间沉默。也是从那之后，他和裴虚有了交集。
经常会一起商量合作事宜，一起吃晚饭。他们三观一致，有着同样目标去奔赴。他的能力很强，会一针见血指出他方案中的错误，有他在身边，唐征就会很安心。相识第6个月，裴旭就和他表白，此后恋爱水到渠成。他曾经认为自己会孤独终老，在遇到裴旭之后，唐征才明白舍弃烂人才能拥有真正的幸福。而裴旭就是上天赐给他最好的礼物。收回脑海远走的思绪，唐征转身离开了机场，直奔酒店休息，准备明日洽谈的方案和项目书。在得知他要回京北后，裴旭就为他偷偷安排好了一切，不仅亲自为他订酒店，还将合作方沈家了解得一清二楚，让他能够投其所好，尽早完成合作。而他所做的一切，唐征都看在眼里。傅氏集团，自从唐征离开以后，傅云涵就将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。这5年，他凭借自己的头脑，让傅氏集团成为京北的龙头企业，想合作的公司络绎不绝。即使他到了今日地位，傅云涵心中还是有遗憾，他现在还没有找到唐征的下落。叮铃铃，一道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他走远的思绪。傅云涵看到电话，眉头紧紧蹙起，黑眸中闪过一丝烦躁。这5年，沈清音仗着有父母的庇护，一而再再而三强迫他做自己不爱做的事情。手机铃声还在此起彼伏响起，深吸一口气，傅云涵压下心底的不悦，抬手划过接听键。一接通，沈清音娇气的嗓音透过听筒传了过来：云涵，今晚你回老宅陪陪宁宁好不好？这几天儿子一直很想你，他现在才4岁，真的很需要父亲的陪伴。我把此事告诉母亲，母亲也说让你回来，今晚还会做你爱吃的菜呢。听他提起父母，傅云涵拒绝的话到嘴边，却说不出口。他很清楚，今天知道他不回去，明天父母就会出现在公司斥责他。这5年，这种事情发生过很多次。知道了。半晌，傅云涵冷漠回复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挂断电话，他再也没了工作的心思。傅云涵拿起桌上他与唐征的合照照片，眸中的思念情绪倾泻而出。深夜，傅云涵回到老宅，就看到傅许宁在拼命拉拽佣人的头发，嘴里还在叫嚣：你这个坏人，我都说不吃青菜，你为什么还要放青菜？我打死你！见此，他神色一变，薄唇紧紧抿起。傅许宁，住手！下一秒，傅云涵快步向前，扣住他的手腕，将佣人护在身后，声调满是斥责：傅许宁，是谁教你这样的？他虽然是下人，但不是被你欺负的工具人，道歉。傅家子嗣单薄，自从傅许宁出生后，就被沈清音和父母宠得无法无天。小小年纪就学会了仗势欺人，肆意打骂下人，一言不合就摔打玩具。对此，傅云涵很生气。傅许宁才4岁，在看到父亲阴沉的脸色后，瞬间哇哇大哭起来。他的哭声引来了沈清音。沈清音看到楼下这一幕，赶忙将傅许宁护在身后。云涵，你怎么一回来就训斥宁宁？她还小，做错了事情你和她好好说，不要吓唬她行不行？听到沈清音如此维护，傅云涵脸色沉得吓人。沈清音，你看看你把她惯成什么样子了，小小年纪就打人骂人，你作为母亲就是这样教养孩子的吗？闻言，沈清音这才看到傅云涵身后的佣人，他头发被薅掉了很多，脸上挂着泪珠。看到这一幕，他神情依旧淡淡。他一个佣人，宁宁拽几下头发又怎么了？又没伤到其他地方。他的嗓音充满漠不关心，好似佣人的生死在他眼中不值一提。这一刻，傅云涵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，上前将傅许宁拽到自己身边，冷漠吩咐：既然你如此执迷不悟，从今以后宁宁的教养由我来管，她今天就跟我离开老宅。沈清音瞳孔猛地紧缩。云涵不行，宁宁是我的儿子，从小就离不开我，你不能带走他。自从傅许宁出生后，沈清音才觉得自己有了依靠，对于他的照顾，他从来不假手于人。如今傅云涵要带走他的宁宁，就像是在要他的命，他绝对不会答应的。这件事情容不得你拒绝，你把孩子教养成这样，就是你的失职，我不能让你继续错下去了。他虽然厌恶沈清音，但宁宁是他的亲生儿子，他不能看着自己的儿子被如此教养，这样长久下去，他就彻底废掉了。父母回到家，就看到两人争吵的画面，他最宝贵的孙子还在大哭。父母一声怒喝，打断客厅的吵闹。你们又在干什么？父母的出现让沈清音眼中闪过惊喜。沈清音下一秒快步跑到父母身边，嗓音哽咽：母亲，您快劝劝云涵吧，宁宁只不过扯了佣人头发，他就要带宁宁离开老宅。宁宁还小，不能没有妈妈在身边照顾啊。沈清音的哭诉让父母眉头紧蹙，或许是年纪大的缘故，父母对于孙子的教育不再是从前的严厉，更多的是无底线的宠爱，也是他们的宠爱造就傅许宁无法无天的性子。父母，云涵，宁宁才4岁，你以前也没有照顾孩子的经验。如果你真觉得在老宅会影响宁宁，我同意你带她走。不过清音作为宁宁的亲生母亲，也要一并前去。这5年，沈清音一直住在老宅，与傅云涵的关系一直处于冰点。父母不想他们夫妻离心，眼神一转，就想利用这次让两人重新住在一起，重新培养感情。
傅云寒闻言，脸色愈发沉了，垂在两侧的双手骤然紧握。妈，你为什么又要逼我？他只是不想让宁宁误入歧途，结果还要被逼。父母抬头触及他眸中的失望，神情依旧淡漠如水。云寒，我没有在逼你，我这是在为宁宁考虑，孩子的成长却少不了母亲的陪伴。你要想带孩子离开，就必须带清音一起，要不然宁宁就继续留在老宅。他话语严肃，不容许他拒绝。沈清音一直乖乖站在父母身边，虽然老宅的生活很好，但她也想陪在傅云寒身边，毕竟他们是夫妻，总不能一直分居。况且宁宁也不能没有父亲的陪伴。如果傅云寒能松口让他们回到别墅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时间一点一滴过去，傅云寒松开宁宁的手，转身上了楼，没有拒绝，也没有回应。妈，云寒这是怎么了？沈清音试探询问。没事，他是在思考，不要着急，我先带宁宁回屋。父母不在乎傅云寒的感受，抱着宁宁就去了房间玩耍。客厅恢复安静，沈清音这才转身看向哭啼啼的佣人，他眼神锐利，像是淬了毒的刀子。下一秒，他抬手一巴掌扇在佣人的脸上，这一巴掌他用了10足10的力气，佣人直接被扇倒地上，眼前阵阵发黑。贱人，都是因为你，我儿子才哭得那么惨。他不过拽了你的头发，你哭啼啼给谁看？是想以此爬床吗？我告诉你，想都不要想。夫人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非分之想。佣人哭着解释，却换来沈清音的拳打脚踢。慢慢的，佣人的求救声越来越弱，他这才停下了动作。沈清音居高临下看着苟延残喘的佣人，眉眼间满是轻蔑。下次再让我碰到你哭哭啼啼，你就不用活在这个世上了。他冰冷的声音落下，佣人被吓得哆嗦，眼神中满是恐惧。夫人您放心，我以后一定安分干活。闻言，沈清音这才满意，转身上楼。翌日清晨，沈清音是被一阵敲门声吵醒的。她打开门，就看到傅云寒站在门前。一瞬间，沈清音眼中绽放惊喜。云寒，这么早你怎么过来了？傅云寒躲过他的触碰，语气冷漠道：为了宁宁以后的教育，我同意你一起前去。不过我希望你不要再无事生非，做出令我讨厌的事情。他虽然不想和沈清音再扯上任何关系，但为了傅许宁的未来考虑，他只能同意父母的要求。他看得出来，如果让儿子继续待在老宅生活，那他就彻底废了。闻言，沈清音激动的点点头。云寒，你放心，以前的事情都是我冲动了，我以后只听你的话，你不希望我做的事情我绝对不做，我就守着你和儿子好好过日子。看到他认真的双眸，傅云寒脸色依旧淡漠。收拾一下，跟我回去。撂下这句话，他转身下楼。沈清音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水，他转身回到房间，迫不及待开始收拾东西。回别墅的路上，他们3人一起坐在后座。这5年，傅云寒一直忙于工作，每个星期最多抽出1天时间来老宅看望傅许宁，所以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切，更多的是疏离。一旁的沈清音察觉到车内冷清的气氛，赶忙开口：宁宁，你不是经常想爸爸吗？以后我们就跟爸爸一起生活了，是不是很开心？傅许宁正襟危坐，在听到母亲的声音，他眼神的余光扫了一眼身旁的父亲，眼神充满了害怕。这时候，车子缓缓驶进别墅，傅云寒率先下了车。沈清音抱着傅许宁跟在他的身后。从今天起，你和宁宁住在2楼主卧，后面我会安排老师教宁宁学习，各种兴趣班也要同步跟上。听到这话，沈清音眸中闪过心疼。云寒，宁宁现在才4岁，学那么多会不会太费脑子了？要不然我们等宁宁大一些。沈清音，如果你拒绝我的安排，那你现在就离开。触及到他眸中的冷漠，沈清音立马软下身段，声音夹杂着讨好。云寒，你别生气，我刚刚说错话了，宁宁的学习都听你的安排。闻言，傅云寒的脸色才稍稍好转，他转身上楼，回到书房。妈妈，我不想待在这里，我要回老宅。傅许宁在老宅是小霸王的存在，现在来到这里，他不仅没了朋友，还要学习，他不愿意。看到儿子生气的样子，沈清音赶忙柔声安慰：宁宁，这里才是我们的家，爸爸为你安排的亦都是为了你的以后，你要听话一点，不要惹爸爸生气好吗？傅许宁嘟着嘴，抬手将沈清音推倒在地。你这个坏女人，我再也不要理你了，我要去找奶奶。说完，他转身跑上楼。沈清音无奈摇摇头，他转身看了眼别墅，陈设还是和5年前一样，家里也没有佣人和保姆。见此，他眼中闪过一丝满意。走进沈氏，唐征在秘书的带领下来到会客室。唐总，请您稍作等一下，沈总正在忙，忙完就过来。闻言，唐征微微一笑。好的，不急。他等了10分钟，沈景洲才走了进来。唐总真是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身后传来沉稳的嗓音。唐征转身走向前。没事，沈总，我也没等多久，
会客室内，两人相对而坐。唐总，你这个项目书看过了，项目不错，不过我觉得前期投资有点多，所以有些犹豫。如果唐总愿意多让利给我，这次合作一定能行。对于他的刁难，唐征早就想到了。沈总，这个项目不管对你还是对我，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如今这利润我已经给的够多了。经过半小时的唇枪舌战，唐征拿下了这个项目。走出会客室，他掏出手机就要和裴旭分享这个好消息，电话还未打通，他的右肩被狠狠一撞，唐征没站稳，整个人往地上栽去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强有力的臂膀拦住他的腰，使他没有摔倒在地。没事吧？耳畔传来询问，唐征摇了摇头，感激开口：没事先生，刚才真是太谢谢。他的话还未说完，就与眼前人对上视线，瞬间唐征瞳孔猛地紧缩。他设想过会碰见傅云涵，但没想到会是在今天，会以这种方式见面。唐征回过神，转身就要离开，却被傅云涵死死扣住手腕。阿征，真的是你吗？傅云涵今日来审视，是为了傅许宁的学业前来找老师。他万万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唐征。他心心念念5年的人，5年的时间他变了很多，脸上再也没有当初的青涩，取而代之是成熟。傅云涵，我和你已经没有关系了，请你自重，放开我。说完，唐征想要甩开他的手，但男女力量悬殊，他根本不是傅云涵的对手。下一秒，他就被他紧紧搂在怀里。阿征，你知不知道这5年我有多想你？我找了你整整5年，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你走后，我无数个夜晚都睡不着觉，我一心只想找到你。还好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这次不要离开我了，好不好？听到他话中的激动，唐征扯唇低笑了声。傅云涵，你在装什么神情？当初你为了沈清音，让我跟你领了假结婚证，我被你戏耍了那么久，我成全你们自愿离开，现在你又说找了我5年，你在装什么？唐征冷漠的话语宛如一把利刃，狠狠插进傅云涵的心上。他颤着唇，眼神充斥着痛苦，哑声解释：阿征，当初是我没有认清自己的内心，自从你离开以后，我才知道我真正爱的人是你，我对于沈清音只是执念罢了。执念？他的一句执念就能抵掉他曾经受过的伤害吗？阿征，这5年你过得好不好？我派好多人去寻找你的下落，但都没有消息。这5年我真的好想你，我们能不能……傅云涵挽留的话还未说完，就被唐征厉声打断。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唐征抬眸看向他的目光满是凉薄。傅云涵，当初你为了沈清音把我摁在游泳池里喝水，在他故意害我过敏的时候，你拼命维护他，只给我1瓶过敏药。后来你更是为了沈清音一次又一次的羞辱我，这些事情我忘不掉，也不可能忘记。想和我再续情缘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前世已经是2辈子，他所做的一切，他至死都不会忘掉。原谅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此话一出，傅云涵眼底满是痛苦，他还想开口解释，唐征猛地抬手将他推出去，随即转身快步离去。傅云涵站在原地，他刚才所说的话在脑海中反复回荡，这让他脚下有千斤重，根本没有脸面去追他。唐征从沈氏集团出来后，就打车回到酒店，车外的景色不断倒退，唐征脑海思绪万千，垂在2侧的双手骤然紧握。本以为这次回京北，他就算遇到傅云涵，心里也不会泛起太多波澜，可现在看来，他根本做不到情绪淡漠如水。他恨傅云涵，并且永远都不会原谅。自从在沈氏集团遇到唐征后，傅云涵整个人都魂不守舍，就连参加会议也会走神。为了不耽误工作，他直接将下午的事情全部推到明天。办公室内，傅云涵看着手中的合照，眸中闪烁很多情绪。5年后再次遇到唐征，他是开心激动的，可想起他刚才眸中散发的恨意，他的心宛如被利刃刺中一样难受。他真该死，当初做了那么多伤害唐征的事情。傅云涵在办公室待了很久，直到夜幕降临，他才起身离开办公室。驱车回到别墅，傅云涵就看到傅许宁在客厅狂摔东西。我都说了我不想学习，你和爸爸都是坏人，我再也不要理你们了。要是明天还要我继续上学，我就打老师了。一旁的沈清音见此，非但没有阻止他的无理行为，还一个劲儿顺着他。好好好，我待会儿就跟爸爸商量，让宁宁明天休息1天好不好？不过砸了那么多东西，手是不是疼了？妈妈给你吹吹好不好？听到2人的对话，傅云涵眸中骤然一冷，下一秒，他抬脚走向前，死死扣住他的手腕。傅许宁，这才第1天上学你就如此发脾气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傅许宁在看到傅云涵出现的瞬间，小脸下的惨白，泪水像是断了闸的电。爸爸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闻言，傅云眉宇凝着寒霜。你觉得我会信吗？明天我会让管家亲自送你上学监视你，如果你敢揍老师，我会让你屁股开花。他威胁的话落下，傅许宁吓得哇哇大哭起来。沈清一心疼的不行，赶忙上前维护。云涵，你不要这样吓唬宁宁，她还小，有什么好好说不行吗？沈清音，当初是你说会听我的话，我才勉强让你跟过来，怎么现在就忘了你的承诺？既然如此，我明天就会让人把你送回老宅。此话一出，沈清音神色一慌，赶忙握住他的手解释。云涵，对不起，我刚刚说错话了，你别生气好不好？
以后关于宁宁的教育，我也不插手了。看到他神色哀求的模样，傅云寒脑海就浮现今日唐征满是恨意的眸子，都是他，如果不是他，阿征又怎么会如此恨他？思此即，傅云寒甩开他的手，语气冰冷：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要是再插手孩子教育问题，我会让你永远见不到他。这一摔，他用了十足的力气，沈清音踉跄一步，直接平摔在地上。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，他垂在两侧的双手骤然紧握。今晚的傅云寒很不对劲，与他相识那么多年，他很少有情绪外泄的时候，可今天他看向他的眼神分明充斥着仇恨和化散不开的怒意。他是遇到什么人了吗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傅云寒回到客房，这个房间是唐征以前住的地方，从他离开后，他就搬进了这里，用来睹物思人。扫视周围的陈设，傅云寒心中万分怅然。如今的唐征很恨他，他真的要彻底失去他了吗？可是，一想到他要彻底消失在他的世界，傅云寒就觉得痛不欲生。不，他不能就这样认输。当初他是做了很多对不起他的事情，可他愿意用往后余生来弥补之前的错事。只要他心够诚，一定会追回阿征的。思此即，傅云寒心中有了盘算。隔天一早，傅云寒换了一身藏蓝色西装出门，他没有去公司，而是直接来到唐征暂住的酒店。就在他去查房间号时，一道熟悉的身影从酒店走了出来。见此，傅云寒脸上一喜，拿起事先准备好的鲜花，匆匆下了车，走到他的面前。唐征看到突然出现的男人，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是厌恶。唐征，傅云寒，我昨天已经和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你今天又想干什么？听到他冷漠的话语，傅云寒脸上没有丝毫不悦。阿征，我知道你现在很恨我，但我会用我的行动来弥补我之前所做的一切错事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向来不可一世的他，在唐征面前弯下了头颅。闻言，唐征讥讽一笑，直接打落他手中的花。不可以，我现在看见你就觉得恶心。两人争执的这一幕，正好被躲藏暗处的沈清音看见。看到唐征出现的瞬间，他死死咬住嘴唇。他昨晚的预感果然没错，傅云寒之所以那么反常，原来是因为唐征出现了啊！沈清音看向唐征的眼神充满了恨意。他好不容易坐稳傅太太的位置，云寒也在慢慢接受他的存在。可为什么他现在要突然出现？他的出现不久意味着他以前所做的一切都竹篮打水一场空吗？不，他不能坐以待毙。滔天的恨意裹挟着内心，沈清音按下心中想杀人的冲动，偷偷转身离开。摆脱傅云寒的纠缠后，唐征就赶去沈氏集团签署合同。5年过去，他没有想到傅云寒会如此纠缠自己。看来他要加快速度了，必须尽快研究好具体方案后，他就要回到法国，与傅云寒再不相见。他在沈氏待了一下午，等出来时，天色已经暗了。这时候正好是打车高峰期，唐征等了很久，也没有等到空车。他犹豫一番，准备走回酒店，可他刚走到拐弯处，身后就伸出一个手捂住他的嘴巴。唐征拼了命挣扎，脖颈却被一记手刀砸下，他直接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，他发现自己双手双脚被绑了起来，周围一片黑暗，他没办法判断出这是在哪里。吱呀一声，紧闭的大门突然被人推开，紧接着一道手电筒的光照在他脸上，刺眼的灯光让他紧闭双眼。这时候，脚步声慢慢逼近他。唐征，好久不见啊！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，唐征睁开眼，就看到沈清音站在自己面前。视线在半空交汇的瞬间，他清楚看到沈清音眼中散发的恨意。唐征，你这个人真是太贱了！5年前既然离开，为什么现在又要回来？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的回来，云寒再次和我离了席。听到他的控诉，唐征目光淡淡，他看得出来，沈清音这5年过得并不好。如果他生活幸福，也不会在知道他出现的第一时间就绑架了他。沈清音，你和傅云寒之间的事情不要扯上我，我这次回来只是为了一个项目，等项目建立，我就会离开。你不需要把我当成情敌，我从来没有想和你抢傅云寒。闻言，沈清音神情愈发癫狂。唐征，我才不相信你说的鬼话。只有你死了，云寒才能完全属于我，所以今天你必须死。说到这里，沈清音拍了拍手。没一会儿，一道小身影从门外走了进来。在看清他的长相后，唐征眉眼微挑。这个人他可太熟悉了，前世他养了他10几年，结果养出来一头喂不熟的狼。宁宁，你不是说这2天的学习太累了吗？妈妈今天特意让你来放松一下。看，宁宁，这个就是想破坏我们家庭的坏女人。来看妈妈今天怎么收拾她。坏女人就是你和我们抢爸爸，我要让妈妈好好收拾你。他不开心的时候，就会以别人的痛苦为乐。自从他被父亲接回别墅，他每天除了学习就是学习，连发泄的机会都没有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沈清音拿起刀，直接刺进唐征的肩胛骨，扑哧一声，鲜血瞬间喷涌而出。好，干得好！看着眼前的傅许宁，唐征眼中充斥着震惊。前世傅许宁虽然调皮捣蛋，但在他的教育下，他是非善恶都明白，学习成绩也一直很好。可现在的他，以别人的痛苦为乐，看来沈清音彻底把傅许宁宠坏了。彻骨的疼痛席卷全身，他疼得身子一颤，脸色愈发苍白。沈清音，你这样做会不得好死。只要你死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沈清音眼中满是怨毒和癫狂。唐征的意识渐渐模糊，就在他以为自己要死了的时候，一道啜泣声突然响起。他循声望去，
就看到傅虚冲了进来，打落傅许宁手中的刀，随后又一脚踢飞沈清音。铮铮，我来了，你不要睡。唐征看到近在咫尺的脸，他想开口说话，却直接晕倒在他的怀中。再次醒来，唐征就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，他的肩膀也被支架固定。就在这时，病房门被人轻轻推开，他循声望去，就看到傅虚拎着保温桶走了进来，两人的视线在半空相撞，他清楚看到他眼中的激动。傅虚快步走到病床前，言语中带着疼惜：铮铮，你总算醒了，你身子还有没有哪里难受？要不要我去找医生过来？闻言，唐征笑着摇摇头：我没事了，不用叫医生。从傅虚的口中，他得知他晕倒后的所有事情。傅云寒大义灭亲，直接把沈清音送进了拘留所，让警察来定罪。傅许宁也被他送到了少儿管教所。铮铮，傅云寒一直想要见你一面，你想要见一面吗？耳畔传来他温柔的嗓音，唐征沉思半晌，点了点头。见一面吧，有些事情是该彻底说清楚了。再次见到傅云寒是在3天后，现在的他眼底满是乌青，再看到他面色苍白的样子，他骤然红了眼眶，嗓音愧疚：阿征，都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让你受了那么重的伤。唐征微微叹息一声，过了好久才开口：傅云寒，我今天愿意见你，不是想听你的道歉。你看到了吗？我只要一遇到你，就会受伤住院。你想让我原谅你，与你重新在一起，你觉得可能吗？如你所见，我现在已经有了新的爱人，他很爱我，对我更是关心体贴。我们不久就会结婚生子，幸福的度过一生。而你不过是我人生遇到的一个错误，我已经放下了，希望你也不要继续纠缠我了，否则我只会更加恨你。此话一出，傅云寒胸腔狠狠一震，回想到以前他所受的伤害，的确都是因为他，这次也是因为他的纠缠才让他受伤。这一刻，傅云寒彻底明白了，真正的爱是放手，不是一味的纠缠。唐征在医院休养半个月，肩胛骨的伤才恢复好。这期间一直是傅虚贴身照顾他，不仅每天给他变着花样做饭，还抽出空余时间敲定与沈氏的项目书。对此，唐征直呼自己捡了个宝。唐征出院这天，沈清音的判决也下来了，他因为故意杀人未遂被判刑5年。这期间，沈清音也让他的律师来联系自己，想让他签署谅解书，给他减免刑期。他从来不是软弱的性子，也不会因为他的一句哀求就会开具谅解书，毕竟两世的伤害他记得清清楚楚。这5年刑期是他该受的惩罚。京北是他从小带到大的地方，但唐征以后不想再来这里了，因为一来到这里，他就会想起以前发生的一切。他不想把自己困在过去，所以他以后会永远留在法国，开始新的生活。至于以后京北的项目，会全权交给傅虚负责。唐征出院后就和沈氏签订了最终合同，一切都尘埃落定了。唐征不想继续留在京北，直接订了最早的航班飞往法国。机场人来人往，唐征靠在傅虚的肩膀上，嗓音娇柔开口：阿虚，等沈氏这个项目结束，我们就结婚吧。他突如其来的一句话震惊了傅虚，见他久久不说话，他伸手在他眼前挥了挥。傅虚，你是不想和我结婚吗？此话传入耳畔，傅虚赶忙回过神，激动地将他搂在怀里道：铮铮，我愿意的。从见你第一面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你，能和你结婚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。傅虚爱唐征是爱到骨子里了，所以在听到这话，他才会震惊渺茫，不知所措。但震惊之余，更多的是狂喜，他终于要娶到心爱之人了。这时候，广播响起播报员的声音：傅许牵着唐征来到登机口进行检票。傅云寒知道唐征今天要离开京北，所以特意推掉一切工作，来到机场送行。他站在暗处，目送他和傅许离开，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自己的视线，一滴清泪缓缓从眼角滑落。他这一辈子做了太多的错事，或许这就是上天给他的惩罚吧，让他永失所爱。这个惩罚太狠了，狠到他这一辈子都会活在痛苦之中。傅云寒转身离开机场，在即将上车时，他接到沈清音代理律师的电话：傅先生，沈小姐想在入狱前再见你一面，请问您有空去看她一眼吗？闻言，傅云寒淡淡出声拒绝：我没有时间去见她，请你转告沈清音，我已经提交了离婚申请，以后我和她再也没有关系，她是生是死都不要找我。说完，他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车子驶向公司，傅云寒坐在后座，脑海浮现唐征年轻的模样，他手里拿着花，笑颜如花地朝他跑来。傅云寒，我真好喜欢你，你就答应我的追求好不好？他想应声答应，却发现这只是幻想，他终是弄丢了自己的挚爱。